多肉控氧大法，由瘦变胖很简单，总结起来，精髓只有一个字。多肉植物初状态主要在于2个关键点：株型和颜色。株型是越紧凑越好，颜色也是越鲜艳越好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胖和上色。肉友们为了追求肉的状态，可谓是绞尽了脑汁，想遍了办法。但是多肉由瘦变胖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什么歪门邪道都不用学，只要学会控氧大法就可以了。那么多肉植物到底该怎么控氧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从4个方面介绍多肉植物的控氧，每一点都与接下来多肉变红变胖息息相关，强烈建议你看完本期视频。1. 控盆。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有的朋友只看中了房子的大和漂亮，而忽略了它的舒适度，却没想到舒适度没有了，会让人的身体出现问题。同样的道理，花盆就是多肉植物的房子，在给多肉选花盆的时候，首要指标并不是大和漂亮，而是小和透气。所以说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控盆。所谓花盆的小，就是说花盆的大小要根据多肉的株型来选择，你不能用大花盆来养小多肉，因为这样不但会浪费盆土，而且会影响到咱们后面要说的控水。而花盆除了要小之外，还必须要透气，不然你浇一次水10天半月都干不了，多肉植物早就烂根了，还谈什么控氧？而影响花盆透气性的因素，除了材质之外，更重要的是盆底一定要有排水孔。2. 控土。如果说花盆是多肉的房子，那么盆土就是多肉植物的床铺被褥。不管你的房子有多舒适，你的床铺被褥如果不合适，那么你在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，照样会影响你的健康。更何况我们人类只是晚上睡觉，而多肉植物可是时时刻刻都在盆土中的，所以说我们还要控土。多肉植物的盆土说起来也很简单，2个指标：干净无菌和透气排水。这2个指标首先就把原土给排除在外了。适合作为多肉盆土的植料主要有椰糠、泥炭等软植料以及各种颗粒土硬植料，然后把它们按照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配置。不过难就难在比例方面，因为各地的气候、个人的环境甚至养护习惯以及多肉品种的不同，所以配土的比例也会稍有不同。通常来说，北方配土的时候，椰糠或泥炭可以稍微多一点，软硬比在4:6或5:5；南方配土的时候，颗粒土要更多一点，软硬比在3:7或者2:8。3. 控水。前面的控盆和控土，其实说到底，最终就是为了更好的控水。很多人觉得控水不好掌握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控盆和控土没做好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打个比方，如果是你用的一个不漏水的塑料桶来当花盆，盆土用的是原土，那么你浇一次水，有可能2-3个月盆土还没干透，等到干透了也就板结了。那你不管是所谓的干透浇透，还是见干见湿，都是个笑话。而做好了控盆和控土，接下来的控水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你也不用管什么见干见湿，也不用什么干透浇透，你就是看多肉植物的底层叶片，只要底层叶片变软的时候，再浇透水就可以了。不过这里也是要有一个试探的过程的，一开始没把握的时候，可以等叶片刚变软就浇水，下次可以变软后等1-2天再浇水，没问题的话，下次再多等3-4天，以此来慢慢找到肉耐旱的极限，让它有一个随时会断水的危机感，这样它才会本能的存储水分，从而变得越来越胖。4. 控光。除了水分之外，光照是多肉植物变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。道理同样很简单，多肉植物都会有趋光性，如果它所在的环境光照欠缺，那么它就会努力去找光照相对更好的地方，但是它本身是被固定住的，所能做的只有努力的伸长脖子，然后就是越来越瘦，越来越弯曲了。而光照充足的环境中呢，多肉植物就可以懒洋洋的在那里蹲着晒太阳了，这时候肯定就是越长越胖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有条件，一定要尽量露养多肉，这样它既能得到充足的光照，通风度也能得到改善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光照充足的前提是要保命，比如在夏天气温超过28摄氏度之后再光照充足，那就是曝晒了，所以需要遮阴，
而冬天则是以保暖为前提，如果入室保暖后光照欠缺了，那不妨加个补光灯来补充光照。总结，以上是多肉控氧大法所需要做的4个方面，这4个方面做到位之后，多肉植物由瘦变胖是非常简单的，株型变胖了，颜色自然也就出来了，再配合着大温差，肉会长得又胖又鲜。其实总结起来，所谓的控氧大法，无论是小盆还是颗粒土，又或者是控水和使劲晒，精髓只在于一个字，就是虐。你越对它好，它越不好养；你越虐它不管它，它反而会来惊艳你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有任何养护问题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